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樊启明。这节我们先来关心中美的贸易大战。到目前为止呢，按照美方的一些媒体的爆料，是说出现了一些内幕，是说川普因为出现了一些动作，才造成了中美冲突。最主要的元凶就是因为川普的这些动作，主要就是 CNN 的一篇报道，他是说川普他接连抛出了一系列所谓的重磅的炸弹。包括禁止全球企业使用华为的人工智能晶片，包括限制芯片设计软件对华出口，并且威胁要吊销中国在美国留学的一些签证。按照这个川普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因此有一些专家就认为，中国这一次强化稀土出口的一些管制，对于川普的行为，按照专家的说法是合乎逻辑，而且是对等的一个回应。先有川普的动作，所以中国管制稀土，这个是合理的。那这个《华盛顿邮报》只是提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报道，是说习近平呢认定川普的他会认怂，主要是因为在贸易战里面，他打了所谓的强硬牌。最大的认怂为什么？是因为北京认为已经抓到了川普的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川普总会在股市因应关税出现了一个大跌的一个这个状况的时候，很快的会让步，中方因此可以奉陪到底。而另一方面呢，这个华友也特别提到，中国强势这个稀土管制是震撼了川普，这步棋已经布局了非常非常的多年哈。按照华盛顿邮报呢，这一次将供应链进行武器化，这是中国多年来跟美国学的成果，完全是跟美国学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贸易战的这个相关的武器，也就是复制美国对晶片的出口限制，来提升北京自身的这个谈判的筹码。另外，我们来看到目前中美的官方火药味还是相当的浓吼，主要是提到的这个李成钢吼，李成钢曾经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在美中贸易谈判上面对华府发出了这个相当严重的一个威胁，他这个话是非常非常的重，是说如果美国不按照北京的形式，将会面临所谓的地狱之火。这个用字是相当的重。贝森特有特别提到，他证实了这个消息。李成钢不请自来，来到了华府，还声称，如果美国针对停靠美国港口的中国船舶征收所谓的港口费，中国将会造成全球的这个混乱。贝森特态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强硬。而另一方面呢，川普则是说，我们有主要是指美国有关税有关税来当这个武器当筹码，会进行所谓的贸易战。我们来听听川普的最新说法。If you can't come to an agreement or a deal at that meeting, are we in for a sustained trade war with China? Well, you're in one now. Look, we have 100% tariff. If we didn't have tariffs, we would be exposed as being a nothing, and they've allowed us to be $37 trillion in debt, et cetera, et cetera. Tariffs are a very important tool for our defense, for our national security. If we don't have tariffs, we're not going to have national security. 我们可以听到川普说他要进行所谓的贸易战、关税战，可是贝森特却有不同的说法。按照贝森特是暗示，中国如果停止对稀土实施新的出口管制，他们可以把关税停火期延长3个月以上。那可以看到，这个川普跟贝森特的态度可以说是不同调。而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美国财长则是说到，中国与世界为敌了，美国有比稀土更具有威力的这个反制手段，还是不肯示弱，这样还是贝森特。贝森特说，美国有比稀土更具有威力的反制手段，中国是与世界为敌，不只是美中之间的一个问题。而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呢，美国呢设立了价格下限，并进行预先采购，以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可以看到，美国在各种方面在关税战上面也有多所准备，想要跟这个中国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对抗。那美中打了这个关税战，打了经贸战，那美国的企业它呢也只能这个夹缝中求生存。按照包括了美国像是钢铁、英特尔或是这个稀土的矿商这些等等的产业，川普是要求辉达与超软将部分来自中国的晶片销售收入要上缴政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企业界也是相当的为难因为不止中国，美国上面也希望他们能够上缴相关的一些所赚的这些经费。另外夹在这个贸易战之间，美国企业平衡是非常难以拿捏的，是很担心如果表现太轻松，很可能会这个激怒了
白宫。而另一方面呢，大陆航空业则是呼吁美国要撤销禁飞俄国领空的这样的一个命令，因为川普呢之前是禁止中国的航空公司飞越俄罗斯，然后飞往美国。那美国的企业龙头波音却可能因此遭殃。按照林健的说法，美方对于大陆航空公司营运施加了限制，不利于两国人员的往来，也自损自己本身的利益。美国公众也提出了这个造成了相当多的这个反对的意见。中方是支持大陆企业要维护自己合法的权益。而另一方面呢，在去年8月的时候，彭博社就有报道，波音公司正在跟中国官员就500多架的飞机订单进行相关的一些谈判。因此，两国之间新的紧张关系很可能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前景受到相关的一些质疑了。我们请盛峰老师目前看起来，川普是不是因为他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之前的作为，造成了中美冲突的元凶？我想一切是川普开始是的，早就说了，这个解放日4月2号是谁发动的？这川普发动的嘛。以世界为敌是美国在以世界为敌啊。咱台湾人讲一句啊，拿这个插头要共起转正头啊，就是他，是吧？那中国以谁为敌？中国所有的措施都是因为美国出手而回应的嘛。而且在这里啊，我想已经打了半年了，输赢已经慢慢可以看得出来。我在这里我可以来做几个归纳给各位看。第一个，川普啊，人家讲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一样，说江山易改啊，本性难移啊。那在这个情况下，川普的那种好大喜功，那种喜欢吹牛，那种喜欢讲大话、极限施压，所有点的性格，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说一个总统怎么可以这样子？可是呢，久而久之以后，你的性格被摸清楚了。相对你的对手习近平，他最大的特点是不讲话，对，他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写好的稿子，他不收。所以到底他是个什么？全部用猜的，还有听很多反华的这个呢。中南海听传客啊，这那的吹牛啊，这什么都知道啊。这点双方之间，你一个是性格个性完全被掌握啊，一个是不被掌握。第二个决策模式，在美国来讲，那个个人决策模式色彩太浓厚了，而且说呢捧着他，捧得团团转，然后整个美国好像就这么几个人啊，总统啦、财政部长，还有商务部长，没有了。这几个人说了算，决策圈太小。可是呢，中国的决策圈，只要你稍微了解它，这里台湾人有一句话很不喜欢听，但是我一定要让你听得下。世界上最理性思考制定政策过程的政党跟政府，就是中共跟中国政府，因为那常常不是一个人拍板的，是它是集体来决定，不但集体决定任何一个案子。绝对不是几个人坐在房间你说我说，是有一定的资讯做背景之后，然后从长计议啊。是，他是随心所欲啊。一个是从长计议，那你告诉我输赢从哪里来？第三个，中国大陆从美国的身上学到了一件事情，学会了什么？以实力的为基础出发的制裁。他现在学会了，他真的知道是去家里去找我自己有什么东西可以用了。以前呢被打过来就懵了，现在知道哦，原来我家工具箱还真的很多东西，所以他也开始学会以实力来建造压制的工具啊。所以美国开始也懵了，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所以你要做什么，我完全回应给你做什么。所以举个例子，像稀土，他不是一次出境，他一步慢慢来，到了现在的掌控已经是等于。这个常备管辖权，而且美国忘了一件事，中国大陆要立法是很容易的，美国要立一个法，那就不容易。所以切什么法，他那立的法就有根据，就可以来对抗你。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以讲呢，美国现在目前遭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它逐步加压。你呢？你是随心所欲公布啊？那我们现在这样举这个船舶，当时。美国怎么算船舶的案子，他一定赢的，他没有理由输，因为中国制造的船，中国做多，美国又没有造船，结果都没想到中国来了2招，就让他傻眼了。第一个，全世界的航船里面，只要有美国直接间接20%的股份的，那我就要对等惩罚，这下他懵了。他是一个资本操作的国家，全世界里面他拥有了多少啊？再过来，中国再施了一招
只要你要卡我的造船业，那我再交来我中，只要你的船来中国大陆修的，我就免停靠这个呢，我就不加征这个费用。这我们都知道啊，修船呢比造船还好赚了。就好像我们知道卖一部车赚多少不知道啊，修你一部车有没有？那可是长长远远的。是，所以你想想看嘛，在这样的情况下里，他美国过去霸道惯了，他以为全世界都听他的，他没有想到呢，原来现在也有一个人，他可以基于实力来跟你呢 balance 了。所以最后我们来看呢，不管他讲的话有多嚣张了、多大声，我只要讲一句话就好了。咱当然讲一句话讲，下家告袂肥啊，这会咬人的狗是不叫的。你看他每天猛叫来叫去，有没有？老钟就一句话不讲，等你开了我就出手。所以这个呢很大。现在最引起争议的，现在就是北极航线。可能有些观众朋友不太清楚，这美国从大陆飞到美国干嘛？飞什么北极？因为地球是圆的，你家的地主是平的，是，所以你不能。所以你看，假如这里是北京出发，他到纽约，这样经过经过这个西伯利亚，这一下子那个看地图就经过北极，很快就到了，最短距离。那没有的话就要绕一圈了，是吧？甚至现在假如开南太平洋航线，那更恐怖，那经过夏威夷啊，那到美国西岸了。以前这个最早留学生不都是做一条线吗？因为没有北极航线。那你知道那个成本增加多少？问题是在这里是。因为你跟俄罗斯吵架，俄罗斯把你限制俄罗斯的，俄罗斯也限制你的，但没有限制中国的。在这个情况下呢，你不能飞，我能飞，你制裁我，这什么道理呀？你应该去跟俄罗斯解决的问题，怎么来找中国人算账呢？我们请建中老师。OK， 我觉得这一次真的有趣。我再呼应一下刚才我们盛峰讲的几个重要的东西哈。我们以前听过"雨过千言不损智商"。那么相反的呢，就我们讲这老鹰在天上一直在喊啊叫啊，我要怎样用关税打你，这就是雨过千言，他已经让全世界知道曝光了你所要的动机。所以呢，去年我11月到大陆这个广州开这个金融权年会的时候呢，看到川普刚选上的时候讲的话，讲完之后呢，我就看他名嘴在讲，就有一个说。太好了，现在我们不需要外交家，不需要政治家，我们只要一个心理学家来对抗这个老顽固就可以了。他想什么我们都知道，他什么都会讲，但当然他话都很夸张，没有错。我们就看他夸张话语想要什么，他这是有智慧的夸张语言哦，他很有智慧。可是你雨过千言啊，再厉害有什么用？相反的呢，沉默是金，我们听过。第二个神秘最美，对不对？这么我刚刚讲的就大概是这样子。那是一只龙藏在海里面，过去可能在浅滩招虾戏，在深海里面，它突然出现一个头，你以为它只有头？它突然还有很长的身体，这只老鹰发觉不对，抓不住它咯，开始又在叫喊。可是你知道，这是西洋棋啊，这个太极拳的斗争嘛，蹦打你一拳，你沉下去，你又起来再打，发觉怎么那么长那么多，而且柔软一下，太极拳一下回来，哎不得了，痛又一个还击，胖又一个还击，现在不得了，它的尾巴一打下来，好大的浪啊！老鹰吓到了，我还要打你，你知道这西洋拳只有一招，关税。还是关税，他武器没了啊？为什么他们会怕？因为他没有武器，讲不完他用光了。过去想你 EDA 也好啊，这个所有的联合这个艾斯摩尔的这个极紫光也好，所有东西该做的啊都做了。那现在怎么办？还是关税。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很好笑啊，他说啊，那个贝森特啊，这中间那个嘛，其实他跟川普讲话是一样的。川普当时很不爽，讲了以后，他讲话是一样，他说你稀土不要管制我们。你只要不要管制我，让你关税呢停摆3个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100%关税算什么？你之前喊过145，人家照给你打。100%又怎样？第一个数字是 nonsense， 第二个3个月，然后3个月以后呢？你是要骗我吗？你觉得？所以中国是不是有心理学家在研究？你还在骗我，还在玩我？不可能嘛！所以不用谈了，基本上是这样。但我现在要讲这，请问稀土管制是现在才开始吗？不是啊。他有多少次的5月、6月日内瓦一直谈判谈到瑞典4次的谈，请问一下，每一次中国有没有把稀土放一点给你？都有，只是一次管制一点，你又磕我晶片，又打我经济，我当然一次一次的加深。你如果放一点，我就放一点。中国就是还手的哦，它是以牙还牙而已，奉陪到底。各位想想，4月就有晶片管制，先7种，然后到了5月日内瓦谈判，他们有松绑一些，给你福特汽车民用可以用。到5月、6月、7月，你又在打我，我再加你一点。这次他讲不好听，火大了。61、62公报严管主审加9种11种元素，7加9最重要的
最主要它升级到不得了，有一个叫稀土0.1%，这个东西你去研究一下。2019年美国拜登时候，到了2020年的时候，对华为从19提到华为3次清单，让你无懈无动可钻的时候，他打的就是只要有美国所关系的任何企业有0.1%以上，全部封锁中国，长臂管辖。他是学你完全一样。他用0.1，他为什么不用0.1？为什么不用0.02？为什么不用0.2？就是你美国的招式。我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家只是不想惹你，你怎么样打我不会输你。这个有讲西洋拳和这个太极拳嘛。现在你来了，你讲了一个强烈不满，我要磕你100%，我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不用别的招式，还是关税呢？你不觉得他怕了吗？但是我要讲个重点哦，昨天10月15号，各位去看一下。中东以哈和解的这个几个39分钟的影片，里面你可以得到一些端倪。我讲一下我的想法。川普是一个非常智慧会讲话的人。埃及总统在8分钟以后请他出来，讲了7分钟的话，这7分钟的话语真棒，不用讲稿可以讲这么漂亮。川普就是让我欣赏到极端，佩服到不得了，比我们口才都好、智慧都高的人。当这个人非常不道德，我们都不喜欢。重点，他最厉害一招，到了15分钟，请一个人，巴基斯坦一个小个子小。昨天对，等一下，我打了一个电话我跟他通了一个话，这个话的内容，我看我不要讲，请他来讲好不好？那个话语你仔细去看，4、5分钟，笑死人了。巴基斯坦这么喜欢你川普，是因为你先打了电话，讲不好，你不敢威胁我怎样，他怕你了。是讲的重点是，川普太伟大了，18战争他才停止的，这个中战没有他不可能和平，他在世界救了多少人？是世界伟大的人，我们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是不是应该颁给他？抢了好几次，他要的就是诺贝尔和平奖。先打个电话给拍手，后面来鼓掌拍手。我跟你讲，没有一个敢不拍手的。后面 G7 国家非常清楚，除了日本不在以外，各位去想想看，川普是什么人？他最后的话语到最后一个，我讲最后一个讲完哈，那一段话讲了1分钟不到。你们都是我好朋友，我好喜欢这个总统，都讲都好伟大。但是你知道，我有讨厌的人。你们可能猜不到我讨厌谁，不过仔细一想还是猜得到哦。所以你们要跟我好，他也讲到伊朗不会跟他好，他也讲伊朗的好朋友讲他的敌人就是伊朗的后面那个中国，所以讲不好听点，他没招了，就这样。好，我们请杨老师。我想川普就是说他提出来的一些就是好像要反制中国的政策啊，我觉得最好笑的可能就是取消中国大陆在留美学生的签证啊。因为过去我们看到美国的科技发展2次大战结束，他从纳粹那边弄了一堆科学家，苏联解体，他又弄了一批科学家，所以他今天要想想看，今天大陆在理工上面的人才很多，如果今天在美国留下来帮你美国效命的话，你美国还有机会跟大陆竞争哦。你今天不让他们来，那你美国人又不喜欢读理工，那你到底要拿什么去跟大陆去竞争？所以这个政策就是讲起来很爽，好像大家是占你便宜。对不起美国的学费好贵好贵哦，不是你在占这个中国的学生在你美国享受到多少好处，而是他们贡献了你多少大学的第一个学费经费，第二个帮你做好多的研究，结果你这些都不要。美国的大学我看是蛮紧张的了，现在就是你大陆的学生不来，很多老师的这个研究就很难做，就好像我们现在台湾有些系没有印度学生不能够做研究了蛮麻烦的了所以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南向真的也收了很多嘛。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贝森特今天对这个李成钢讲的话，他说他这个战狼不请自来，什么讲了一堆我觉得。就表示李成钢确实还有一点压力，给他们有一点压力。然后他以他过去在这个 WTO 他这个所有的谈判的背景资料等等，你说他是不请自来，然后好像未必代表中国立场，就自己发言。我在想说，你是不是想帮习近平找一个路就是说不把话说死。就表示美国说他今天讲的可能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我们还可以继续跟习近平来沟通。我觉得这也是不晓得该怎么讲，就是大概真的是比较没有招了，只能就是模糊一下可能底下的这个对话。那我觉得美国的这个稀土的问题，事实上真的是我们现在开始以前在台湾小学我们中学生要背什么这个汉南雅克、山东这些
这个钝器什么的，现在开始要背稀土的名字，越来越难了。那最后我要讲一下这个，我自己曾经在阿拉斯加住过，所以我知道这个北极航线啊，或者经过俄罗斯真的是最方便。我们台湾都因为靠着经过俄罗斯才能够到欧洲啊，因为我们如果更近的还可以经过大陆再到俄罗斯再到欧洲，可是我们现在不飞啊，就要从韩国旁边绕过去，这样子过去，对不对？长荣有吗？哎，对，长荣有，不是，就是要经过俄罗斯嘛。是，对。好，我们就先过大陆，先来关心一下大陆的这个最新晶片的发展哦。这个是由清华自制的玉衡，它晶片它登上了《自然》的期刊哦。这个是全球首款这个亚安米级的快照光谱成像晶片，这个就是他们取名为玉衡。那它象征了中国在智能光子晶片自主研发的领域呢，事实上呢已经到达了世界的水准。那除了有晶片的发展，我们来看到大陆的企业新凯来，它声称呢已经打破了这个美国晶片的垄断技术哦。按照新凯来它最新展示的技术，包括这些晶片的设计，包括制造跟检测的这些多个环节，都代表了中国加速摆脱对外技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依赖，展现了大陆产的这个替代能力。那事实上呢，这个新凯来的子公司呢，它也推出了陆产的 EDA 的软体，被称为半导体设备的黑马。新凯来在2025年的深圳湾区半导体产业的生态博览会上，展出了2款大陆制产的这个 EDA 软体，被认为有望突破欧美的相关的一些垄断。这被认为是这个冰与火上台桌。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主要还是华为，因为新凯来作为半导体制造的领头羊，那深圳是投入了大量的资本还有人力，而其中呢最重要的在背后付出相当多的就是这个华为，它功不可没，产品的性能品质都遥遥的领先。那这个华为呢，伙伴秀出晶片设备跟软体呢，也证明了中国在半导体的野心呢，并没有止步。这主要是针对华为旗下的关系企业在半导体的展览会上一些集体亮相的一些产品呢，表示了相当多的这个企图心哦。那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川普他的制裁，事实上也成了这个所谓的双面刃。这边主要是针对这个主要是川普他针对荷兰突袭这个安氏半导体，有一个中国籍的 CEO 突然遭到撤换哦。那这样子的这个美国国际安全与防扩散局在6月对荷兰的外交部表示，为了避免呢这个被列入制裁的名单，安氏半导体必须要更换他们的中国籍的 CEO。那另外呢，美国智库则是提到呢，美国 EDA 的出口管制会加速美国应该是说加速中国的去美国化，事实上是双面刃。可以看到 CSIS 提出相关的一些警告。另外呢，有一个被誉为人工智能教父的2024年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辛顿，他也提到他讲了一个实话，是说现在美国在 AI 方面虽然领先中国，但领先的程度并没有想象中的多。那川普他大量的削减大学的一些资助的政策，对于美国科技的发展呢，他认为是带来一个灾难性的相关的一些影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美国的所谓的经济死亡螺旋，一个观察指标就是国际金价已经突破了4200美元，这个是美中贸易战推升了避险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需求，这个价位是在10月15号的盘中已经突破了4200美元。另外包括了这个白银的价格也是同步的进行相关的一些飙升。另一方面，我们来看看美国要面对的还有包括了政府的停摆。目前大家就很好奇，一天会造成多大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些损失哦。贝森特呢，他全部都说了，他说每一天会给这个美国经济造成150亿美元，也就是大约4575亿台币的相关的一些损失，这损失是非常非常的大。目前呢，整个美国的经济是不是已经陷入所谓的死亡螺旋？那特别是川普关税正把这个美联的储备逼入了相关的一些绝境。有几个因素，包括了政府的停摆和关键经济数据的延迟发布，使得政府和美联的处难以准确的来评估经济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因为这样的情况可能造成社会包括市场的一些交投就出现相当的谨慎，然后造成一些负面上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影响。而另一方面，这样子对于
共和党的其中选举是不是造成一些利空？川普的关税恐怕会造成经济衰退，包括了美国的一些智库的一些分析师都有特别提到，川普关税的政策会导致美国经济的衰退，不利于共和党的其中选举，大家都提出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警告。我们请盛峰老师，盛峰老师怎么看这个大陆的最新晶片发展？川普的做法不只是让共和党在其中选举应该会吃到苦头，是之外啊，美国也已经开始吃到苦头了。因为美国基本上是一个正常运作的国家，那今天呢，川普有点随心所欲的把整个国家拿起来都要目当目塞啊。那随心所欲不是不行，就是革命打破重来，当然可以随心所欲。问题你现在没有革命，没有革命，你要再改革，改革是要靠智慧，是要靠能力，是要靠耐心。这你可以看，在我看起来，他既没有什么能力，也没有什么耐心了。那有没有智慧？那见仁见智了。但聪明大概是有，但抱歉了，聪明跟智慧有时候不是等号的。是，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看，我就想起一件事：19年中美贸易战刚开打之后啊，然后疫情之前，我看一个有难的机会里碰到大陆一个非常高这个身份地位够高的人在讲整个的贸易战，给我印象很深。等一下我就引到这里来说，第一个，这个贸易战让我们终于被逼倒逼的要能够企业转型，否则大家都把。第二个，金融改革；第三个就是科技，我们必须要做，尤其是芯片。他讲了好长的事情。那这个讲完了之后，我印象非常的深刻。知道原来大陆决定要怎么做，观察了这6年来，他们真的照这样做。我首先来讲华为好了。各位，假如你这次有去注意一下整个的深圳的这一个半导体展呢，还有我们台北也办了一个半导体展。假如这样办，你稍微去看一下，你会发现一个什么事情？台湾的半导体展基本上大部分是把现成的东西拿出来，告诉你我有什么可以卖。但是深圳的半导体展最大的特点是，我已经创造了什么新的东西，准备要投产。所以我们来看看有2个特色，尤其以华为为中心，一个就是华为半导体的生态圈。各位注意一下，只要你现在涉及到半导体的行业，3个字的名字的，大概都跟它有关。是，所以新凯来这个大家都知道，新凯来根本就是华为的软实力。还有一家可能各位都不太清楚的，这是上海的以升量，以量生也基本上就在光刻机的上也相当大。那么这个呢，大家一直只知道上海有微电子而已，事实上2个单位，一个是深圳，一个是上海，这个是等于用政府的力量全部投资来做的。一个是它建造了一个生态圈，第二个很重要的是在展览的会场上，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华为展现出来半导体设备的各个制成的机器全部展开出来，是只剩下最后的光刻。那光刻的部分呢，应该是在以量生这边呢搁起来。所以在这个里面，他已经把它整个弄起来。在这样的，我们来看看美国政府现在出现什么？美国政府的停摆，所以很多事情做不下去。当然嘛，很简单，政府停摆就好像一个人要去做体检的时候，告诉你 X 光机没有了那个什么这个光波机所有的检查设备都没有了，那这个人怎么办呢？所以停摆不是损失多少的问题，是整个国家这样就弄，真的会把自己给玩垮掉。所以垮的不只是共和党，垮的是整个的美国。我们请建中老师。好，我先讲一下这个非常有趣。刚刚讲到华为啊，华为在1987年创立，大家知道吗？好，华为呢曾经在这个2010年左右就开始进攻了美国的市场，要去并它的路由器。大家知道路由器就是那个网路接的那个线头。我曾经就在这个节目礼拜2创福新闻10点去讲这个。那时候接到非常多的讯息。2010年那个时候，奥巴马是干嘛要打压华为？中兴、华为不准它并购，全部封锁。我那时候注意到华为，说华为什么东西？还真的不简单。因此，2018年3月22号301方案条款开始打贸易战的时候，我就在美国的时候，我跟我学弟说，这个案早就打了，只是当时的政治文人打不出来，奥巴马，但是川普看准了，因为科技部门跟他讲，这个背后贸易战是科技战，而且一定剑指中兴和华为，是那个中兴复活的中兴，那中兴半导体是另外一个，都有打。
华为最后3次清单就是要锁华为，因为华为太大，现在20几万员工，是厂之大，遍布世界之完整。创办人任正非到现在没有换过，这种一语道之，从头到尾的。我再讲一下大陆，刚刚我也呼应，刚刚盛峰刚开始讲一句我很肯定的，当然也不怕这个台湾有些人反感我们讲的话，叫做中共的政策，它的共产决策政策方向是很稳健，那种规划是很稳定，才有办法走到 achieve 它的 goal， 达到它目标的。一样，这家公司一样非常稳健前行，不管你怎么被质押，自己想想看，川普1年免满之时候，后来到拜登被打得多惨。真正讲一句话说，我们这飞机已经被打得千疮百孔，二战也有这种飞机，但是一样飞到目的地。所以现在我们被打很惨，我们要冷静，回家洗个冷水澡再冲刺。这样的公司精神你就知道不一样。好，我想讲中国2014年大经济期计划，我跟你讲那时候时代背景，习近平上来了。洪策公明年2013年去参加 MDA 德国汉诺伊会议，隔年直接跟谁？梅克签的中德工业4.0，开始写了中国制造2025，在那个时候写25、35、45的未来，全部在科技10大领域非常清楚。第一，新一代讯息跟华为有关。那你知道他在扎前2014年、2019年、2023年，从2000亿到3000多亿，这3阶计划都是在讲 AI、5G 上面的半导体和晶片。你知道他扎了多少钱吗？这叫科研计划。我在大陆的我的博士生在那边教书6个同学，每次回来寒暑假跟我吃饭，我会跟他们聊这个。学术进步到一定就算了，他们对科技人才的科研的挹注不是你想象的。美国现在对人才怎么样？刚刚严老师也讲到，对这种名校怎么样打压，补助还要砍。请问一下，以前在各国到你美国，就是因为你美国缴了学费，当你科研给了他钱，他创造了很多，不管 NASA 或什么，都帮你美国创造现在地位，你要把他自己的这个打掉。所以刚最后一句话 ，AI 教父直言川普这个政策完了，要让他损失到他的 AI 领先地位。他讲一个最重要的 disaster 灾难式的影响。我跟你讲，这个都是学者洞察到真正美国的问题，总统看不到。请杨老师。我想美国政府啊停摆其实是已经面临到一个蛮大的一个就是我们讲说困境了，因为看起来啊过去民主党的这一套蛮有效的，但是碰到川普这个比较麻烦一些，就是川普就是我用裁减联邦雇员这些很多都是不付薪水或裁减，很多都是民主党的。让你民主党伤到你的候选人啊，可是对于期中选举来讲，到底会不会有效啊？过去美国的历史啊，就是期中选举，特别是总统的，就是上任之后，你第二年的这个期中选举，平均参议院大概会丢掉4席啊，那众议院会丢掉26席。那现在目前为止，就是美国共和党在参议院是53对47。如果一丢掉4席，就是49对51了啊。如果是26席，他现在是219席，其实就是差不多220席左右了。因为他有一个在他选区的人已经就是原来是共和党的，现在辞职了，大概那个还是本来是220对215，他多5席。哎，如果按照这个定律26席，我们不要讲说什么一定会26，10几席就好，马上就翻盘了。所以川普还算蛮聪明，就开始找德州啦，找密苏里州啦，找北卡啦，说你们把选区重划一下，把民主党的那个议员全部集中在一个这个选区，他一个人可以拿70%的选票。那我们共和党这边每一个选区都是55对45，55对45，他可能还有点机会。但是如果今天关税影响造成了美国通货膨胀之后，而且我们这一阵常常讲的。就是美国的中西部这些农民，这些大豆如果都卖不出去，他们还能不能够就是肚子扁扁也要来支持你川普？我是打一个疑问了，所以我一直认为说，川普今天他的各种的险棋，可能对他的一些很少的 MAGA 的群众会满意。可是即使是如此，如果今天 MAGA 的群众是大豆农如果是玉米农，也会碰到一些问题的。所以他今天会不会因为他这些政策，让美国的期中选举输掉之后，如果今天美国期中选举输掉，他下面2年是没得玩的咯。所以我认为他应该要去重新考量，你如果还想推行你的政策，至少你先假装玩一下，玩到你期中选举不要输掉，你还可以在后面2年可以胡作非为嘛。
好，我们来关心哈，因为在这1-2天，在大陆网络上面有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话题哈，主要还是就是所谓的大陆军事力量的崛起。这是要提到在61年前的今天哈，在大陆方面发射了这个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这样的一个消息，在大陆的网民上面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他们还特别提到了当时有一个28岁的女飞行员，她叫张莲芳。他2度非常非常的这个勇敢哦，这个完全是不顾性命，是冲向了这个蘑菇云来进行相关的空中采样，来获得分析爆炸效果的第一手资料。那也因为1964年10月16号的这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在美国方面也慢慢的转变了对中国的一些战略上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作为。我们再来看看啊，目前呢有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印尼也将采购42架中国制的歼10C 的这个战机哈，这个总金额是高达了90亿的美元。按照这个印尼国防部长的这个表示，他们准备买42架的歼10C，这是印尼首度采购了这个非西方的非西方国家的相关的一些战机哈。那买了这个战机，当然有一些战略上的一些联想哈，因此专家警告不要低估了地缘政治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到，在川普方面，他想要秀肌肉，可是他是不是搞不清楚美国自己的飞机哈？主要是因为按照川普说，美军已经订购了28架的 B2 这个飞机。那网络上就笑称，这应该是指采购 B-21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飞机吧。最近呢，川普就宣布，美国空军要采购28架升级版的 B2 幽灵轰炸机，并且夸奖这个轰炸机在打击伊朗核设施的时候表现非常非常的精彩。不过网友分析哈，川普可能是把 B2 跟 B-21 2款轰炸机给完全搞混了，推测呢，美军已经不需要额外订购所谓的 B2， 应该增加所谓的 B-21的采购量，来逐渐汰换这个 B2 轰炸机。那另一方面呢，美国秀肌肉是在委内瑞拉哈，这主要是有3架 B-52轰炸机，它的呼号叫邦尼，就是兔子，它飞往这个委内瑞拉的外海来大秀肌肉。一开始是有2架这个 B-52H 呢，它15号在加勒比海的上空进行活动，特别是在委内瑞拉的北方来进行相关的一些盘旋。后来又有第3架从西面进入加勒比海的上空，想要在这个委内瑞拉，特别是加勒比海来秀美方的一些肌肉。我们再来看看大陆方面，则是有制裁南韩方面的军工企业，这主要是针对这个韩国的这个韩华美国的关联子公司，在美洲港口费争议也相关的一些加速的升温。中方主要是针对这个韩国企业造船厂这个企业叫韩华海洋旗下的5家美国相关子公司列入了反制的清单，主要的理由是因为这家公司它支持美国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业展开301调查，并且采取相关的一些措施哈。这也大家也会好奇，为什么是这家公司？这边就有提出了一些相关的说法，主要是韩华被中国制裁，主要是因为它跟美国一起开发了一个灰鹰无人机，这个2年之后会进行首飞。这是美方首次允许外国伙伴参与生产这个舰载型的察打一体的无人机。可以看到，这个攻击跟这个侦察的无人机对大陆方面认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所以对这家公司进行相关的一些制裁。另一方面，韩华集团还有意要向菲律宾要出售反舰飞弹，所以一波除了跟美国生产无人机，还要跟这个菲律宾出售反舰飞弹。因此呢，这项提议是显示韩国按照他们的说法是愿意支持地区盟友对抗中国海上的一个扩张，但是这样的一个作为在区域风险上也因此而提升。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这个美国跟印度之间的关系。美国施压印度是不是已经奏效了？印度是不是已经屈服了？按照川普的说法，川普在白宫的活动上是告诉记者说，莫迪有跟他说，他们已经不会向俄罗斯来采购石油跟天然气。接下来，他们也会让中国做同样的这个事情。不过，这是川普个人的说法。包括印度方面并没有证实会买俄国的石油，并且透露跟美国深化这个合作能源的考量。那印度的外交部则是对于这样子没有一个正面上的一个说法，指称会采购印度民众利益为优先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考量。我们请盛峰老师。
可以在这里先大胆预言了，大概印太策略已经垮了，很简单，没有印度怎么来的印太？是，就这么讲。可是呢，依川普这种骚操作啊，所以受不了。现在呢，国际社会对这一件事情的看法是：第一个，假如川普说的是真的，莫迪大概在印度是待不住了。那一定会被搞，因为现在整个印度那种反美啊、讨厌美的情绪啊，已经从厌中转移到厌美去了。是，那这个莫迪压力很大。第二个，假如川普是自说自话的自嗨啊，那就是一个情况，被莫迪忽悠了。莫迪忽悠人是很有一套的。你看在这个国际场合，你看他那种热情的拥抱啊，我再看看全世界过去就有一个人，就是胡志明。哎呀，胡志明每次看到人家就抱着就吻一个啊，他大概那种热情啊，你看看当时习近平到印度去访问的时候，那种场面呢、啊，哎呀，那是什么叫做巴结啊？但是场面归场面，该恶搞还是恶搞，这个呢，他是蛮忽悠的。所以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着后面看啊。那至于韩国的这个制裁，按照这个制作单位所提的。应该是因为军工产业的关系，对，但应该不是这样子，应该还是经济产业的关系，跟这一次的船舶事件应该有相关。也就是说，因为他准备要来接大的这个美国的这个造船的事情，是那等等呢，同时他韩国一个很坏的，就是当时我们台湾这个面板厂商好几个高管被美国抓进去关了，就是他们一面跟我们合着来控制价钱，一面偷偷跑去告状了。这一个的情况下，应该这个部分呢，他在协助美国301调查，在搞中国，是这个可能才是重中之重。那个其他的可能我们还需要再进一步了解一下。最重要的是1964年这一个原子弹，那是代表了中国大陆能够自力更生啊。这个原子弹是靠算盘算出来的，对，靠算盘。这种自力更生能让全世界吓了一跳，也因此改变了中国大陆的国际地位。中华就是台湾跟法国断交啊，那么这个中国大陆跟法国间就是1964年这个原子弹爆炸之后，因为这个的核子牙拔不掉了，那必须接受它。这一来之后，我们在整个的所谓的5大常任理事国里面，除了一个美国之外啊。我们是很孤立的，所以我们在联合国的命运大概从1964年开始就潜藏的在了。最后讲经历，我简单的再讲一个事情，就中国大陆在20大的时候，他要军队要达到的目标，在几年后的今天已经完全达成。第一个，我的安全绝对不受威胁，这个达到了。第二个，我有能力呢对境外势力来干预中国的事务啊，我有能力祭足，这个大概也做到。第三个，我有能力打赢任何一场局部战争。第3句话我们要看一看。OK， 谢谢大家。好，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讨论。好，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接下来我们请聂老师。OK， 我先讲一下，大家回忆一下联合国的成立，1945年4月25号签了联合国宪章，半年后10月25号开始正式成立，里面有5大安全理事国，哪5大大家知道？中国、俄国、美、英、法。这5个国家呢，实际上当时为了制衡世界，都可以拥有未来的核武的制造来抗衡。那后来呢，当然有一些偷偷做的，像印度啊，大家讲印度，巴基斯坦也有，还有一个北韩呐，这个小小的国家，因此它可以用小小一个地方来抵制美国的威胁，怎么来的？核能。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对岸曾经就讲过一句话，叫"只要核子不要裤子，宁可穷"，核子的建立很重要。但是我们呢，其实上应该是我们中华民国在大陆土地做核才对，没有想到，当然后来退走到台湾，也离开了联合国，当然甚至被美国断交，但是中国做出来了。他们的核能呢，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嘛，就讲1964年10月，东方巨响出现了他们的原子弹，然后后来他们的核能技术，当然还有爱国的这些像这个江边那个敬礼的这个英雄女飞行员啦，对，张灵芳年轻时候冒着生命危险冲到这个所谓的云菇里面去收集了资料，这是有生命危险的。是，当然这可以让这个他们去分析他们的核能发展的未来。好，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国家真的要有未来，真的远见真的好重要。从一开始什么东西稳定未来的根基。第二个我要讲，
那个买飞机的问题，当然知道巴基斯坦跟印度的战争，一个巴基斯坦，你真两个都核武国家，但为什么会这样的赢印度？印度有比较差吗？当然没有。重点是飞机不同，飞机好的是印度啊，为什么巴基斯坦会赢呢？很清楚，歼十4代战机，你也不一定赢标风，排名没有，可是你配上了霹雳15，用超视距真的打赢了他的标风。好，这是重点，所以他要向他买，对不对？印尼那些都看到，好多国家都看到了啦。那刚刚主任有问说，美国会让他买吗？这是交易行为，你也没办法限制。但是如果跟他军事合作，可能会被限制。阿根廷最近可能跟中国的军事合作，他会限制阿根廷。我跟你讲，买这是交易行为，他要买 A、B、C、D 4种，但中国也很聪明啊，跟美国一样，卖比较旧的。他现在 J20不会卖你，他要现在发展的这个成飞36代战机不会卖你，他们这4倍而已，他也不会先告诉你说我省飞这50卖给你，都不会。歼10 OK 一辆是6000万啊，说实在，它一个机队出现大概是20这样左右，它2个机队总40多架，对啊，这个算便宜，比美国这个 F-35便宜的，当然 F-35无弹机嘛，它是将近1亿嘛哈。我今天讲最后一个啊，实力、拳头、筹码很重要，印度有，但是也不够。虽然刚刚讲到说印度人真的，我们认识印度人，这的确是比较狡猾，比较会收酒哈拉这样子嘛，呼弄你。可是他最后你发现实力筹码不够，还是会输，因为川普世界还是霸权，还是他。欧洲跪了，日本趴了，南韩受不了。你觉得印度最后不是一样吗？只有一个国家，他可能打不趴，就是我们的对岸。好，休息一下，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最后，我们请严老师。我想在一开头的时候，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供应链变成武器化了啊。那其实川普把关税也当作武器化嘛。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大陆对这个韩国用制裁也来当作武器化哦。所以所有东西都可以武器化，稀土也武器化。最后我们讲的最好玩的是印尼这个部分，大陆把卖武器也当作武器化，就是他拿这个。他成功的发展出来的东西，然后来拉拢，当做一个外交的途径，来跟美国来对抗。我觉得今天美国就是面临的是过去从来没有的全方面的挑战。俄罗斯只有在军事上面、高科技可能有一些挑战，日本是在经济贸易上面的挑战啊。欧洲可能是有一些贸易啊，或者是说这个科技或者部分我们说价值的挑战。但是大陆现在是全部挑战，甚至连我们讲的民主政治，美国讲民主政治，大陆搞出它的一套治理方式，变成也是一种政治模式、政治这个体制的挑战。所以我觉得美国今天真的要重新去想一想，你们不能就是跟着川普这样，随时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请你们好好共和党，我对你还是寄有厚望，希望你们好好找出一个比较可长可久的一个大战略。是。